有網友投稿，我老公隨口說句，我不是說你啊，但網絡上這幫女的，歲數越大越記仇。我當時沒生氣，反而心裡咯噔一下，不是氣他，而是忽然心疼起自己，也心疼熒幕前千千萬萬像我一樣的女人。我看到很多網絡分享，結婚20多年的姐姐說，她到現在還記得婆婆月子裡端來的冷湯。有人說20年了，還忘不了飯桌上婆婆當着全家面數落她做的飯難吃。那些文字看得我眼眶發熱，這哪是記仇啊，這分明是心疼當年那個年少無知，拼命想把日子過好的自己啊。老公見我盯着手機不說話，湊過來問怎麼了，我拉着他坐下，深吸一口氣，說，老公，今天我好好跟你聊聊這些年的事，不是說你，是說我自己，也說說我們走過的彎路。我剛嫁進你們家時，是個外地媳婦，人生地不熟，心裡挺沒底。那時候語言生活習慣吃的東西都跟娘家不一樣，但我特別有幹勁，心裡暗暗發誓，別人家婆媳關係不好，肯定是沒用心，我這麼努力，一定能處好。我每天早起做早餐，晚上洗碗，逢年過節學婆婆口味做菜，想盡辦法討她歡心。結果日子一天天過，小事一件件來，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像小刺一樣扎進心裡，拔不掉，也不敢說出口。比如月子裡，我身體虛弱，婆婆堅持讓我喝她熬的補湯，裡面很多良性食材，吃完我整晚不舒服，卻一句抱怨都沒說。還有一次吃飯，婆婆當着大家面說我菜炒鹹了，我低頭繼續吃，心裡像被針扎。每次不痛快，我就給媽打電話，媽總說，你婆婆也是第一次當婆婆，你當小的得担待點兒。我就把委屈咽下去。你也常常勸我，我媽養我不容易，你得孝順她，讓着她。那時候我真信，總覺得自己心眼小，太計較，晚上睡不住，就反覆反思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夠好。那種自我懷疑像潮水一樣阴得人喘不過氣，有時半夜醒來眼淚默默流，怕吵醒你。我甚至覺得自己太傻太單純，因為愛情，因為想跟你好好過日子，我就把所有事情都讓給了愛。你哄2句我就信，我媽說1句我就聽，總想再忍忍再讓讓，日子就會好起來。那幾年我像一台永遠運轉的機器，又工作又顧家，還努力維繫婆媳關係，累到極點卻不敢說。直到前2年我老姨家小弟結婚，小弟媳婦也是外地嫁過來的，我去幫忙時跟我老姨聊，咱可別為難人家，人家離爹媽遠，2口子把日子過好，你对兒子好就行了。我老姨愣了一下，說，你這道理小孩都懂，我能不懂嗎？就那一刻，我像被當头棒喝，整個人清醒了。那一整個下午，我腦子裡反覆想這句話，我突然想通了，我自己都沒當過婆婆，都懂這個道理。她活了大半輩子，怎麼會不懂？她要是真心希望我們過得好，會處處刁難我嗎？會讓我夾在中間那麼為難嗎？那些年，我為了討好婆婆，忽略了自己的感受，也忽略了我們小家庭。那一刻，我才看清，有些惡意只有當事人自己懂。老公那時候是典型的媽寶，我還傻乎乎的想，終於找着老爺們可以孝敬了。婚姻不是讓一個人無限犧牲，而是2個人互相守護。我把這些年憋在心裡的話一股腦倒出來，老公听着聽着眼圈紅了，最後舉起杯，聲音有點啞，老婆，這杯酒我敬你這些年受的委屈，你隨意。那一刻，我心裡的大石頭終於鬆動了。不是所有委屈都要立刻解決，但有人聽見，有人理解，就夠讓人往前走了。姐妹們，看到這裡，你們是不是也想起自己說不出口的委屈了？婆媳關係、夫妻相處，看起來是小事，可日積月累，卻能把人壓得喘不過氣。我不是來控訴誰，只是分享真實經歷，讓正在困境中的你知道，你並不孤單。現在很多年輕媳婦剛進門都帶着善意，願意忍，願意讓，可時間久了，忍讓變成委屈，委屈變成積怨。網路裡結婚20-30年的姐姐們還在翻舊賬，不是她們小氣，而是當年沒人替她們心疼。月子裡的冷言冷語，飯桌上的指責，逢年過節的明槍暗箭，孩子教育上的插手，這些像慢性毒藥，侵蝕婚姻和女人的心。很多人表面笑着，內心卻積壓太多，導致情緒崩潰，身體出問題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原因有幾層。第一，上一輩成長環境不同，很多婆婆年輕時也受過委屈，把忍當成理所當然的美德，要求下一代也這樣。他們那個年代婚姻多講究，湊合過，很少談個人感受。第二，我們自己太年輕，太相信愛情能解決一切，把老公的媽媽當成自己的媽媽，把孝順當成婚姻全部，
卻忘了婚姻是兩個人的新生活，不是單方面犧牲。更深一層，是我們從小被教育的懂事文化，你還要體貼，要犧牲，要顧全大局。從小聽家和萬事興，忍一時風平浪靜，就把委屈藏起來，結果越忍越委屈，最後受傷最深的永遠是最願意付出的人。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呢？這裡分享我走過來的幾點心得。首先，學會把話說出來，但要用對方式，不是吵架或指責，而是平靜說出感受。先說感受，再說期待，多練習幾次，關係會更透明。第二，和老公建立統一戰線，老公不是傳聲筒，更不是垃圾桶，夫妻要提前商量原則，大事一起面對，小事互相支持。你可以溫柔卻堅定地告訴他，我愛你，也尊重你媽，但我的底線你也要一起守護。當老公站出來時，那種被保護的感覺很療癒。第三，給自己空間自我療癒，找一個契機重新審視過去，問問自己，當年那個拼命討好的女孩真正需要的是什麼？不是別人的肯定，而是自己的心疼。你可以写日記，跟閨蜜傾訴，看心理書籍或找專業諮詢，慢慢把受害者心態轉成成長者。這些經歷不是白受的，它讓你更堅韌，更懂得愛自己。第四，把愛留一點給自己。年輕時我們把婚姻看得太重，現在明白，婚姻只是生活一部分，經濟獨立、興趣愛好、朋友圈子、持續學習才是底氣。有了底氣，你才能溫柔又堅定地說不，也能平等去愛，家庭關係反而更平衡。老公後來也跟我說了很多心裡話，他承認當年太依賴媽媽，沒能及時保護小家。我看到他一點點進步，這就夠了。日子是慢慢過的，重要的是我們一起努力。姐妹們，生活不會永遠甜蜜，但我們能讓它不那麼苦。那些委屈不是讓你活在怨恨裡，而是讓你看清關係真相，也學會更好的愛自己。現在我偶爾還會想起，不是記仇，而是提醒自己，當年那個單純傻氣的女孩已經長大了，她不再只會忍讓，而是知道心疼自己，守護小家。如果你也正經歷類似困境，別慌，把委屈寫出來，說出來，哭出來，然後擦乾眼淚，慢慢往前走。日子終歸是我們自己的，願每一個努力付出的女人都能被溫柔以待，也能溫柔以待自己。